这小拱桥特别难，哎呦，都要哭出来了。嘿，嘿，你看马拉松一掉就掉好多。我现在理解鸟山明、七龙珠为什么能想出元气弹了，就他们真的是挺拼的。这摄影师、表情管理啊，管理上来了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29号星期天，我在函馆马拉松的赛道上刚刚过5公里，拍到了劲歌热舞的啦啦队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有点不行，要放一放。今天不适合跑场地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星期天6月29号早晨7点45，8点半结束存包，看我在哪儿，42公里。这里边的田径场就是终点，从这42公里再跑195米就冲刺了。我们一路沿着看到了30公里的牌儿，然后看到了40公里的牌儿，看到了42公里的牌儿。函馆特别小，30公里还得往那边绕一大圈才能过来。行吧，我们抓紧去存包。刚才从酒店出来，我们同一层上电梯的一位选手，我在电梯里跟家属说话，他给我打招呼，说是黑影吗？然后问从香港来的，来跑函馆的半马。哦，你看这个这么多都是不是入联注册的，就4位数都不是。这自助，其实我就在一进门那儿，但是要走一整圈。啊，看前面，函馆市立凌云中学校校歌，我是753号。这里。好，753 ，OK。小伙伴们，我们看到了大河原先生。嗨，你好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大河原先生是914号。对。大河原先生加油！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大河原先生穿了跟我一样的鞋，就是颜色不一样啊。尼玛。这是一会儿要出发整列的球场，已经好多选手在看台上等着，一会儿整列了。在体育场外边等一会儿再去个卫生间。现在8点23，距离起跑还有37分钟。一会儿把这个喝了，今天喝一个超能瓶。上次马拉松喝这个还是无锡，有人小伙伴说喝了有用，有的说喝了没用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有咖啡因，有牛磺酸。咖啡因确实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牛磺酸我其实一直没有概念，就我喝红牛什么的，好像不是太有感觉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，尤其是像咖啡因这种东西，提前试，有的人有用，有的人没用。哦，速路马拉松47都道府县制霸挑战中。小伙伴们 ，Hello， 从名古屋来的观众。李先生，哇，好年轻啊！哦，好年轻，我00后呢。我哥今天站台好吧？站不了台，站不了台。啊，他们也要集合了，现在8点53，距离起跑还有6分多钟。小伙伴们看到了田选手，就是奥运会受伤没去的那位。现在过去的是 A 组的半马选手。卡瓦乌奇，川内优辉来跑半马。精英选手都是半马。哦，半马的 A 组这么多人，但是小伙伴们从半马选手过去的这个方阵，我看一会儿应该起跑会比较艰難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精英。紹介選手の皆さんはハーフマラソンへの出場となります。スタート3分前です。还有3分钟。スタート1分前となりました。1分钟，加油加油！终点见。你先到了，等我。你跟他说，你看，兄弟们，笑。さあ皆さん10秒前になりましたらカウントダウンを開始します。観客の皆様も一緒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手拍子でも結構ですよ。それでは
もう間もなくスタートです。ではカウントダウンいきますよ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スタート！哦，心跳都已经100了，哈哈。さあ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スターターの台上からも応援函館市長佐藤大島総合振興局長走，开表了。ております。またコースの端ではゲストランナーの福島若菜さんも笑顔いっぱいで見送ってます。皆さん笑顔ないようにマラソン走ってください。我就说不会很快吧。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剪辑时我录制的话外音。虽然比赛非常艰难，但是在赛道上我和家属成功传递了外挂的充电电池，所以在最后的很艰难的几公里内，我录制了非常多的画面素材。在剪辑的时候，我们商量是否要精简，最后决定不要精简。我觉得这几公里是我马拉松生涯很关键的一部分，我也希望把这一部分分享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。如果大家看到最后觉得画面很拖沓，那么就快进一下吧。はい、続々とね皆さん駆け抜けております。スターター台の台上からも応援に还可以，要出体育场了。怎么样？你这种你得跟着这个身材精英的人。可以可以，比想象的快。你看往前看，基本上跑开了。当然，一般这种比赛开头你这样的话是有风险的，倒不是说受伤，有可能会岔气儿。我看我前面这位半马的女性选手，4552。这刚2公里多，已经好几个小上下坡了。我看前面351号女子的全马选手，她这没有 ABCD， 估计就是特邀的。已经满头大汗了，有点热。哦，这位男子313号也没有 ABCD。哦，先头过来了，前面应该是半马的 A 区和全马的 A 区，半马应该会比全马的选手快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跑在前面的应该是半马的选手。哦，果然都是半马的选手，白色号码布的。
半马选手们好快呀，跑到这儿过了5公里，刚15分。我看到女选手了，已经有全马的选手过来了，好像是大学的选手。H261号看着有点眼熟啊。太热了，浇水了，已经往身上，还不到5公里，太热了。那前面的兄弟都浇透了，他比我的报名成绩快。这场冲击成绩没戏。如果按照计划的话，黑影应该快了。看到黑影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太热了，太热了！大黑岩先生加油！大黑岩先生加油！小伙伴们，我们看到了从香港来的女性半马跑者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6公里了，6公里23分30。看这边有后背有号码布，就这点好。后背有号码布可以看年龄组从哪里来，甚至眼睛好可以看叫什么。小伙伴们看半马的第一集团，半马的第一集团。半马第一集团，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。目前为止没有。这也太快了！半马比全马早折返。卡瓦乌奇，翻到！我拍到了川内优辉，拍到了川内优辉，好激动啊！他这次的伤对他来说打击很大。上1公里3分55。8公里了，我数了数折返的，现在40来名整体。这儿就折返了，对面已经有往身上浇水的了，就那种一盆。不喝水，拿运动饮料，拿水浇一下身上。咱们一会儿也去浇一下水。准备浇水了。
我不知道交没交到镜头上，一会儿再看。10.49公里。看眼镜头，看什么时候能遇到大河原先生他们。哎，看见大河原先生了。哦，看完了桑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大学先生跟我说，747号前面，747号可能是第1名，去年的，我记错了，小伙领先我好多呢。小伙伴们，刚才过12公里多的时候，没看见有羊羹，现在都14公里多了。我现在是我想想啊，我现在是第42名，这次折返是认真数了。前面这兄弟是44到49年龄组的，太厉害了。我们已经绕了机场一圈了，你看前面刚起飞的飞机。现在这位置比机场离市区都远。来登，刚才起点的那位已经过了第2个折返。就累的时候跑马拉松是什么感觉？就是小伙伴说，哎，这个脚的大脚趾和食指中间磨。我说那是因为累了不自觉较劲，我现在就有点，就只能故意控制。这就说明你这场比赛的状态还一般，而且不停的上下坡。对，这没有羊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摆出来呢？又看见大河原先生了。加油，大河原先生！来登！小伙伴们看，这是半马，可能2个小时左右的，因为半马提前折返，我们回来就跟他们有交汇。这个设计要调整，我觉得要调整。幸亏人不太多。上1公里3分47，18公里了，手表。你看这喷淋我也享受不到，都被占了。这要是冲成绩的比赛，这个就很困扰了。你看我这个外挂电池充着电呢，又充满一个。一旦360这挺不错，这个看这个，哎，带劲。这是个温泉酒店的员工们，应该是。啊，苏伊曼三，苏伊曼三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个略微不负责任。啊，还没有10公里，半马到这儿才9公里，这都1个多小时了。全马的选手逐渐多起来了。快到！看见合影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我也扔在草地上。别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刚才把外挂电池给了家属，让他给我充电，争取30公里的时候能给我。上1公里3分59，我有点就很累了，不是说有点累了，还不是一场适合冲成绩的比赛。前半程有好多上下起伏，
而且特别热，海边儿看，21公里了。前面是半马的，就是全程马拉松的半马点。哦，半马点居然没有计时毯，看1小时23分31，就不掉速也就是246，我估计会掉的。现在就想掉了。因为我听着后边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就知道我掉了。就这样吧，后半程轻松跑。右边这些白色号码布的都是半程的选手。我小伙伴们太惊险了，刚才差点折返错，差点跟着半程折返了。半程人太多了，我走神儿了，因为正好是一个上坡。你看，现在又上坡了，就等于说全程要跑一个，就那天左吕千湖90公里那儿那样，先上再下，然后马上折返，然后再上，我爬不上去了，太陡了。上到最高点是半程的折返的地方，刚才跑都折返了一半了，被工作人员喊住了，我也听不懂，尴尬。哇，看上坡，这比大阪那个厉害。我现在耳机里放的是李宗盛的《领悟》，正好是那一句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！哎呦啊，太热了！你看前面是半程的折返，看见没？ありがとう。就这儿，刚才我都差点拐过来，估计工作人员追不上我了。主要是我现在40多名，前面没几个人，就看不见前面的人，而且那个是个上坡，就接着就下了。你看又下坡了，这样喷淋，把相机保护一下。哦，这有步行的选手，半马选手，半马到这儿17公里。看那工作人员骑着车从我边上嗖的就过去了。一下，来了！特别艰难，我有点跑不动了，特别艰难。马上30公里，小伙伴们，我有点跑不动了。在这儿2年多参加这边的比赛，这是第一场我看到路边超过了4位被急救的，有2个看着是躺着的，另外2位应该是摔伤。我早晨走过这儿的时候还跟这30公里拍照来着，没想到比赛跑到30这么累，有点像正常比赛跑到35的感觉。
前面那位741号在23公里的地方掉了好多，好像缓过来了。现在我们离终点只有1公里多一点，右手就是终点的体育场，但是要去红砖仓库那边转一圈，再回来就到了。你看半马这儿就直接右拐，冲刺了，全马就只剩下全马了。这儿发吃了的，拿一个吧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能量胶。可以。这个挺好吃啊！我看前面上那个海边的那高架了，能看见吗？好，那前面没有多少人，我可能还是在40多名。我有一位走路了。这有点北马那个，那是哪儿啊？那个叫什么桥？八达岭高速那块儿。哦，这个气温跑成这样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因为说实话，没有无锡的那整体的水平推着你走，靠自己。哎，走路的小伙又跑起来了。这比大阪那个坡陡多了。两双鞋都是湿的，一踩扑叽扑叽的。这样我刚来大阪的时候，这坡我就完了。现在上坡的能力略微加强。哇，到那边还得下坡呢。那红砖仓库那儿是在海平面海拔差不多1米，等于回来还得再上一次。这两边都是冷库和水产批发。我又下坡了。哎呀，计时毯。哦，这比赛跑的跟马拉松跑出了佐里间湖100公里的感觉。这是我第一次跑马拉松，这么点人，心里特别的不踏实。一会儿折返回来，你看这表是给对面看的，折返回来到这儿是40公里，39.9到这儿是，我现在是31，还有4公里折返。
这比赛全马没有外籍选手，就是特邀选手。这715号不行了，他刚才上桥就走路了。看着身材很精英，比我精英，而且在我号前面，就是报名成绩比我好。我的报名成绩是238，那他比238快。这个比赛是在今年的春季赛季结束之后开始报名，就是大阪、东京都跑完之后。还有可乐。哇，这一片厂房，这儿其实粉刷，跟那红砖仓库没什么区别，就跟北京那798似的。哇，又上桥了，看，我都跑转向了，我操！哎呦，这儿得逼掉，怎么回事？今天10公里的时候喝水就有点不自如，我就知道艰难。你看他拉开我了，看了吗？追不上了。马拉松没有奇迹，一分能力，一分准备，一分成绩。到我这个成绩的时候，每场比赛前你可能少做5%，就不对，你少做5%，可能要损失8%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哎，又说错了，你少做1%，可能就损失8%，因为太极限了。它那山顶，那就函馆山顶那个观景台，还在上坡，我真跑不动了。坚持到这儿都是勇士。我要是方向感没有大错的话，那红砖仓库可能在，是在前面还是在右前面，我不知道。到现在为止，累计的平均配速是4分整，应该是250没戏了。上1公里4分23，真的掉了。上公里2个大坡。不，这边有跑步的，这些是折返回来的啊，全马的40公里。我转向了。还是说这是我来的方向？这是我来的方向，我错了。回去的时候到那儿才40公里，我没转向，那边是我来的地方。我说不可能这么多人在我前面。这是全马冠军，来到第2名，来到。我们刚32公里，这1公里进展的好慢呀！啊，我认识了。
这儿一直向前，大概那个地方就是红砖仓库那儿。就是昨天早上咱们看那小手汉堡。全马的第3名，他回来了。来到，他大概领先我4、5公里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看见我们住的酒店了，就左前方，离最近的那个白色灰色那栋，33公里，吃咖啡因的能量胶。看见红砖仓库了。这没数错的话是全马第5名。对面全马的第6名。全马第7名。果然要上那个桥，昨天早上陈老那个桥。小伙走路了又，这小拱桥特别难，哎呦，都要哭出来了。他是706号，嘿，哇，前面过来是全马第8名。这706的意思就是，他的报名成绩是第6名。我跑不动了，左手就是那个小手汉堡，星巴克。哎，34公里，手表34.1，差不多15。
全马的第9、第10、第11名。我去年来还跟这穿红鞋的小姑娘合过影，雕像。这位选手是没有，就是学生学联的，没有 ABCD， 所以他的号是3开头的。刚才好像对面过去了一个第12名。13名、14名、15名、16名。17名、18名，我跑不动了。19名。我现在耳机里放的是去年柯南剧场版的歌。20、21。看见折返了。22、23、24，上1公里4分11，掉了。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我现在是可能是29名以外，因为那边有一小折返，不知道那块还有没有人，应该是有的。哦，小会儿折返都停住了。九州大学。这个小折返不短呢，我估计我前面还有人。上1公里413。
你看马拉松一掉就掉好多。你看刚才对面过来那个选手，几百米前还在我前面，还有6公里，加油！不知道我这儿折返一小子以后，还能不能看见大河原先生，还是他们已经跑过去了？现在就这么想，还有3公里就到刚才我们上桥的地方了。这时候你要想，还有3公里就结束了，因为3公里之后就40公里了。我现在理解鸟山明、七龙珠为什么能想出元气弹了，就他们真的是挺拼的。我现在被感染，我有那种感觉，我也想拼尽全部的，能让大河原先生欧卡瓦拉桑快到，很艰难，加油，快到！大河原先生真棒。大河原先生这儿可能是34公里的样子，我不知道，这有公里牌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哦，不是公里牌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记不住了。我看这位，来到。特别逗，地下全都是半个水的脚印儿，都是前面的人留下。我估计这场完了，指甲又不行了，刹车效应现在很明显了，我控制不住。啊！哎呀，上1公里421，你看前面那人，他没掉，我掉了，差这么多了。又到这个拱桥了，这有摄影师表情管理。啊！管理上来了，哈哈。你看这个陡度的桥，我下没有要抽筋儿的感觉，说明是整体不行了，没有拼尽全力，就没有把全部的能量释放出来。啊！加油加油！
41公里了，小伙伴们，手表是41.18。这还有半马没完赛呢，右边都是半马的，白色的号码布都是半马的。半马到这20公里，最后一个小长桥。然后还有4、5分钟，黑影就过来了。全马选手回来的不是太多，但是今天虽然是阴天，感觉跑的也比较艰难，气温还是高。你看场地中间已经有好多，大部分应该都是半马跑完的，在休息的选手。我前面还有个上坡。上，上来了。还有400来米到了。手表的42公里，3分57。到了早晨和42公里合影在那儿了。这共用终点的坏处就是冲刺不是一个人，本来这比赛是肯定可以一个人的，但是这些半马2个多小时比我更难，快3个小时了，他们都
42公里，最后195米。哦，不是一个，是一个终点吗？不知道。すみません，すみません。李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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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あ。すいません、写真を撮り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素晴らしい。はい。はい。最後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もう一枚。はい。オッケー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Cheap 的回收所，芯片的回收所。这草坪是可以休息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进前3，不知道，就是年龄组。看，他们是把这么大一芯片，特沉，贴到号码布后头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毛巾上什么都没印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啊，蜜瓜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像说前几年这个比赛的蜜瓜是放题的，随便吃的，现在是一人限一个。看，现在完赛都是半马的，全马的没有几个，35个以内。哦，没想到是一场拼尽全力的比赛，真的没想到，完全没想到，太累了。啊，没去啊，秘鲁生啤500，200毫升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小伙伴们真不行了，凉啤酒，30多名估计，我最后超了好几个，最后那大桥，哎呦喂，最后那大桥等于把神户那上2遍。但是你跑完了，太阳也出来了啊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回来在那桥上一看，还是阴天，我觉得至少可以了。大根恩先生是年龄组的冠军，确定了。哈哈哈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到了冠军的第3、第2、第1，太棒了！大根先生前年的哈沟大队是第3名，去年是第2名，今年是第1名。第1的第1个马拉松冠军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我是第4名啊，第4名冠军！这位是从香港来的频道观众，大家好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后那坡。我们现在往回走，赛道上还有在奋战的选手们。哦，倒下一位，这离终点还有几百米了，400米。再倒。再倒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来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遗憾呀！目前看是年龄组的第4名，全场的第34名，但是还要再核对。不过这种成绩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这次我们这个年龄组的第1名，2小时31分19，
第2名2小时46分30，第3名2小时51分16，我是2小时51分23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知道的话，差不多也不一定。我要知道的话，得提前1.5公里就得追才能追上。对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其实有2件事比较嘚瑟。第一件事是30公里那个拿能量胶那我应该是拍了，就是绕了一个弯拿能量胶。还有就是今天拍摄，但是这个拍摄真的是挺无侵入式的。这不是 Insta360的广告视频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。你看，我今天带了一个白色的和一个黑色的，我现在就带这2个，这个和一个这个，这是外挂的电池，磁吸的。装到袋里的原因是它不防水，然后这一个可以完整的充满，这一个多一点点的电，然后等于我现在身上就有3个，每一个能拍半个小时，就是1个半小时。然后我在20公里的时候把这个丢给了家属，当时这已经没电了，然后他给我充满电，30公里又给了我，20到30公里的10公里没充满，那用充电宝充的，这个的充电加充电宝有点慢。然后给到我又接着充，所以今天拍了好多素材。这3个加起来基本上不侵入，唯一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有这经验了，如果没有这能力，没有这经验，赛道上你这么来回换的话是不方便的。因为你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是我的拍摄状态，我这个比方说没电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把正常情况下它是这样的，充着电的，我现在要把这个从兜里拿出来。然后呢，把它从袋里整个拿出来，因为这隔热袋充不了电，然后把这拿下来，然后把这拿下来，这时候我的手是这个状态，然后这样，这些都是在跑动中完成的，这样，然后把这个在吸上卡好，这样，然后再把这个镜头盖拿下来，再这样，然后再把整个这个再放回这个小袋里，然后再放到我的兜里，穿的是菲比特的袋鼠裤，就整个这么一套流程，今天做了好几次，就这么一个流程。所以每一次万一没拿住掉地下，你就得捡去，你这不能不要了，就尴尬。看看详细数据，咱们就吃饭。今天的设备是 Pace Pro， 高驰的心率臂带我已经摘了，我这都勒出印儿了。还有高驰的2代的 Pod， 手表记录了 42.45 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02。我掐表的时间是2小时51分22秒80，平均等强配速359，最快1公里346，平均心率170。累计爬升手表记录的是200米，赛会官方的我不知道。你们看我的配速曲线最后是掉速了，最后那个坡真的掉速了，掉出了平均配速，但是我后来又追回来了。心率也是最后我冲刺了，还是有一点点精力能冲刺。步频210，步幅118厘米，触地时间182毫秒，左右平衡49-51，垂直振幅比4.8%，垂直振幅5.7厘米，累计爬升200米，下降206米。那次小伙伴们教过我怎么看分5公里的配速，是这样就看到5公里了。第一个5公里19分30，第2个5公里19分55，第3个5公里19分42，第4个5公里19分38，第5我就开始慢了，20分21，第6个20分，第7个21分04，第8个21分15，最后的2.45公里9分54。前4个都在20分钟之内，留个小遗憾也好。然后大和田先生连续3年，第3名、第2名、第1名。我不一定明年再来了，看时间和情况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赛道上不行的时候，其实是这个拍摄和屏幕前的观众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咱们下回再见。